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2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2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68.31，收盘价是255.71，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9.13，最低价是在255.30。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4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035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08 倍，量增。KD 值，双线是下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目前的空头趋势在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7月2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下跌中。当日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我们说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出现了反转向下，并一路向下，最后收盘在低位。那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这根 K 线瓦解了前一日这根变盘的信号 K 线，或者叫做确认了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么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收盘价并没有跌破7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在后续的交易日如果收盘就是说股价继续下行，一旦收盘价跌破了7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将会出现底底低，上方是有头低。那这样一来，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将会被确认。同时，如果下方出现底底低，那么也就瓦解了7月21日和7月24日这两根 K 线的叫做止跌的 K 线组合，将会瓦解这样一个止跌的 K 线组合。那同时在建立空头趋势，那股价后续将会继续下行。那么目前从 K 线信息上看，股价有没有反转向上的可能？那在后续的交易日只有股价重新站上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69这个位置，或者再重新站上前高，也就是7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273附近。那只有股价出现反弹站上这两个位置，那么股价才有可能后续会继续上行。那继续上行呢，一旦站上前高299.29，也就是这一波回档成功，也就是说会出现一个回后再上涨的走势，那股价才能够继续向上。所以目前股价如果出现止跌反弹，必须站上269和273，那么后续股价才有可能继续上行。否则在任何一个位置我们会看到这基本形成了一个高点低点是一个横盘的位置。如果股价不再下行的话，那出现这样的横盘，那股价的选择就是要么突破273继续上行，或者说是跌破254确认这个空头趋势而继续下行。好，这是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后续股价的一个走势。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7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给出了2个方向，一个是股价会出现上涨，收盘价会在272.50这个位置。另外一个方向，股价会出现下跌，收盘价会在251附近，在这个位置。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262附近。实际在7月27日收盘价是在255.71，当日股价是出现了下跌。那这与我们预测的下跌不仅点位相差较多，本质也是不同的。那我们预测的下跌啊，是跌破了这个前低254，对，而出现底低建立空头趋势，但实际的这个下跌呢，它是收在了前低上方一点，也就是在前低附近呢遇到了支撑，对，那么所以它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同时我们会看到，在刚刚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如果说后续股价再继续下跌，一旦跌破254呢，将会确立这个空头趋势而继续下行。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对于7月2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继续下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54这个位置。那股价如果不再继续下行，那在这个位置会得到一个支撑，否则会跌破它而继续向下。那第二个目标呢，就是下方的241。241我们会看到是6月2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对。同时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缺口的，对。那在到达241之前啊，上方我们看到50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支撑。那一旦241被跌破呢，接下来就是223，这是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多次提到过的。好，那目前股价下行的强支撑，我们认为是在254这个位置。好，强支撑不代表不能跌破，强支撑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位。对，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目前第一个目标，我们要把它设在7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73附近，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好，这是股价如果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那这个目标呢，我们会看到，实际上由于连续2个在7月25日之后2个交易日啊，出现了股价的下跌，那也就是确立了这个7月25日当日 K 线的最高成为一个前高。那股价如果出现反弹向上，当然首先是要站上这根实体长红 K 线最高，那继续上行，它的目标就是要站上前高273。这是我们设立273作为上行目标的原因。那只有目前我们会看到股价在这个区域出现下跌，然后出现高点，然后再向下。在这个区域内啊，出现了一个横盘的区域。如果在接下来交易日不突破的话，那么出现横盘，股价要上行一定要突破上限，股价要下行一定要突破这个横盘区域的下限。所以273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目前。那么
股价后续一旦能够站上273，也就是突破这个横盘区域，那股价将会继续上行。第二个目标就是我们上方的这个299.29，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它成为了第二个目标。目前，那站上299.29将会继续维持目前的这个多头上涨的趋势。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我们说是314，314是这一波上涨的它的真正的目标。好，当然上方还有目标，我们等股价站上273之后，我们再讨论。那好了，我们现在会看到，在到达第一个目标273之前，各条均线值将会成为压力。那突破了273之后，上方的这个缺口和这条下行趋势线和之后交易日 K 线的交点将会成为压力。这是到达300关口之前的压力位。那300关口呢，就是299.29这个位置，300关口这个位置它也是强压力。好，所以从目前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反弹向上它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多头的力量推动，才有可能继续向上。好，这是我们说股价上行的目前的3个目标：273、299和314。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7月28日盘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我们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262附近。对，也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股价如果在这根观察线的上方运行是容易收高的，但是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呢，会很容易收低。那在7月28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61附近。我们调整一下，261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那我们要关注，在7月28日，如果股价出现了反弹，是否能够在261上方运行。那如果能够在261上方运行呢，那股价收盘很有可能会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对，那么当然，股价高开盘之后，也有可能在261这个位置呢，会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对，所以这个位置是我们在日内要观察的。那下方我们还要给出一个观察位，实际上就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254。一旦股价在盘中跌破了254呢，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低的。好，这是我们给出这2个观察位的理由。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目前有一个10%的多头仓位，我们的建仓位置分别是在7月24日的收盘价，给出的进场的建议，实际是在7月25日的开盘272%，5%进场，然后我们在7月26日的收盘价264这个位置，我们给出的加仓建议，然后呢，实际进场的点位是在7月27日盘前，应该是在268附近。那这样一来，这10%的仓位，我们在7月27日给出的止损位是254，目前没有跌破，所以说这个10%的仓位是继续持有的。那这10%的仓位，目前的成本价我们测算是在270附近。对，
好，那么在7月27日收盘这个位置，我们是不可以加仓进场，不可以加仓的，因为出现这样一个实体长红 K 线，那么后续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行，所以在这个位置是技术上是不可以加仓的。那到了7月28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254，也就是股价的收盘价一旦跌破254，那这10%的多头仓位应该即刻止损出场。那么对于这10%的多头仓位获利的目标位，我们给的是278到280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这是第一个仓位。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仓位，就是说在7月26日这个收盘价这个位置呢，是加仓点，同时也是进场点。那么实际进场是在7月27日盘前5%进场，在268附近。那么止损是在254，目前也是没有出场。到7月28日止损位，这5%的仓位止损位依然是254。好，这是两个多头仓位的描述。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在7月28日如果是高开盘，那么在263附近，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附近，会有空头的进场或者加仓。那么他们的目标是254和下方的241。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上方的269到273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那如果在7月28日是一个低开盘那在这个位置也会有空头进场或者加仓，目标同样是241。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呢，那么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这条实体长红 K 线的中线，也就是在263附近，一直到上方的269，这是它的回补位。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7月2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261到264，在这个区域内，这是第一个压力位。然后上方的压力位我们要依次来说一下。首先说有前高269，然后我们会看到有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270到271之间。然后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从272到273之间。所以我们把前高和这两条均线值合并，第二个压力是从269一直到上方的273，对，这是第二个压力。好，那第三个压力我们可以定在上方的缺口281到290。好，这是压力位。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254，然后第二个支撑位我们给出是在250附近，第三个支撑就是下方的这个缺口，是从241到235。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
7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依然要给出2个方向，一个是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出现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6，最高上方会到达266，然后收盘会收在264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叫反弹。好，另外一个方向，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下跌。如果继续下跌，那它有可能是高开盘，也有可能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61，在这个位置，下方最低会到达250，然后收盘会收在252附近。那出现下跌的可能就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6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下跌。好，这是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如果股价既不出现反弹也不出现下跌呢，我们认为它会出现横盘向上。如果出现横盘向上，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一个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5，最高上方会到达263，然后收盘会收在258附近。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2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